马克龙这次来访欧洲被打醒了，有5个反常点，美国派监军都没能防住。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这段时间呢，多国领导人接连开启访华行程，但是其中备受关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得到了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的超高待遇。而这次他的来访，很多人其实忽略了5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和反常点。首先谈谈第一点，在北京中法元首会晤、中法欧3方领导人会晤之后，中法领导人在广州再次进行了一场非正式会晤，2天在2地分别会晤，这种外交举动实属非常罕见，印象中好像从未有过。第二点是在庭园散步的时候，随行人员极少，2人共用1个中国翻译，连法方翻译都没带，这也是比较罕见的一点。很明显是要密谈，给人感觉就是这才是真正正式的深入的交谈。而第3点就是和以往欧洲来访名单政客占大多数不同，这次欧洲领导人带的几乎大部分是商业代表团，包括马克龙这次来访就带来了很多资本，包括空客、法国电力、银行等诸多法国寡头的高层领导人，有产业资本，也有金融资本。虽然很多人不太看好马克龙本人，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这些政客背后的操盘手是谁？欧洲资本为何要跟最大市场过不去？更何况这次欧洲资本被美国坑得血本无归，除了能源产业收割，还打算引爆欧洲银行业的大雷，来转移美国银行业风险。欧洲背后的金融资本也明白过来了，要想应对美国潜在的巨大金融危机冲击，必须要减少对美元依赖，增强与中国的合作。而一旦陷入危机，也只有中国有能力出手相助。所以在瑞信银行险些爆雷的第一时间，瑞士联邦外交秘书史伦伯找到的是中国，不是美国，证实了这一点。可以说，在俄乌冲突中，美国把欧洲能源资本、实体产业资本打醒了，现在行业爆雷，把金融资本也打醒了。而第4点要谈的是，中法36家企业签署在新能源、制造业等多个领域的18项合作协议，发布的中法联合声明总共51条，涵盖政治、文化、经济、军事、能源等全方位领域，几乎都在这里了。能够一下子拿出50多项声明，如此具体全面，也很罕见，说明双方在桌子底下谈了很久。看到美国媒体如此歇斯底里的指责马克龙，就知道美国又是一个猝不及防。这次和马克龙一起来的还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仅是国内舆论，发现还有不少法语和德语评论，也抨击冯德莱恩是带着任务来的监军，但他却没能成功防住。而最后一点更是反常，那就是马克龙访华之前的一个大礼，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和中国海油完成首单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液化天然气采购交易，此举意义非同小可。法国成为首个用人民币来与中国结算液化天然气的欧洲国家，而且法国还在持续减少对美国能源的依赖。最近，道德尔与伊拉克政府就100亿美元天然气开发项目达成协议。最近，马克龙在访华结束后就明确指出，欧洲不应再做美国跟班，欧洲要走向战略自主，要减少对美国能源安全等方面的依赖，重点在减少美元霸权的依赖。这个话题本是美国盟友的禁区，但去美元化趋势下，这已经成为美国对手和盟友的共识了。除了中东、巴西、东盟等，连欧洲都开始松动了，只能说已经不太寻常了。中国也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外界，反对美国收割的国家是可以组成一个天然的统一阵线的。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